我们的居所不只是生活空间，更是一座被我们无意间编写的能量显化场。客厅里散落的纸张，是你无法聚焦的思绪；卧室角落堆积的衣物，是你迟迟未能下定的决心。那扇总也不愿打开的窗，映照着你封闭的心境。阳台没有及时扔掉的易拉罐，像极了你内在久未处理的拖延。你每天在这些物件之间穿梭、呼吸、沉睡，却从未想过，这些不起眼的细节，其实正在设定你对生命的频率。你若总在混乱中醒来，你的每一天就注定是失序的；你若身处阴暗、封闭、难以呼吸的空间，你的念头与行动也会被锁死在无法显化的回圈里。你以为自己受困于外部条件，其实是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困住的。每日生活的居所就像一面全息投影墙，映照出你所有未曾解决的内在结构。你试图显化财富，却不知道财富的能量早已被卡死在厨房堆积的杂物中。你渴望情感流动，却让阳台那张蒙尘的椅子默默暴露了你已习惯孤单的姿态。显化不在远方的禅修营，也不在理性脑中的愿望清单，而在于你现在坐着的沙发是否支撑有力，你每天踏过的地板是否隐藏着叹息，你所仰望的墙面是否曾被冷落、遗忘。空间不会说谎，它总是忠实地映照出你如何生活，如何选择。当你开始以一种创造者的眼光回望你的居所，你会开始明白，原来你所寻求的一切显化都不是来自外界的恩赐，而是愿意与家中沉睡的能量重订契约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丹尼斯·林恩，美国灵性导师与疗愈领域的先驱，拥有超过40年的现场引导与空间转化经验，致力于唤醒人们与居所之间潜藏的能量连结。他于199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《神圣空间》成为无数灵性实践者与空间设计师的灵感来源，引导人们从日常空间中重新找回秩序与宇宙连结的力量。他并不把空间视为静止的结构，而是一种持续流动的能量体。它会记录你的情绪，储存信念，映照潜意识的讯号。他大胆主张，空间的样貌正是你内在状态的投影。你如何布置空间，就是如何选择命运。一扇门的开合方式，透露你对亲密与界限的渴望或抗拒；窗帘透进来的光线，暗示你是否准备好迎接清晰与流动。杂物堆积的角落，常常是一种逃避与压抑的出口。这些微小而常被忽略的细节，拼凑出一张潜意识的地图。正是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你的情绪、选择与行动。这本书不是打扫收纳的指南，而是一场能量感知的训练。丹尼斯邀请你重新连结身体与直觉，去觉察那些早已沉默但仍持续发送讯号的物件。总没清理的书桌、昏黄的灯光、蒙尘的镜子，都是宇宙仍在等你回应的对话场。当你开始阅读这些符号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显化不是追求崭新的目标，而是先释放空间中残存的旧有频率，让你的能量与意图重新对齐。清理的不只是物件，而是你曾经无法放下的信念与模式。你真正要调整的是自己对环境中能量波动的灵敏度。是否能察觉一张桌面散乱所透露的迟疑，一道光线强弱所引发的情绪波幅，甚至是一个未被碰触的角落所蕴藏的未尽渴望。空间不是静止不动的场域，而是一面与你心灵共振的能量场。当你擦亮镜子、挪动椅子、
打开窗户，其实是在重新调整你与宇宙对话的频道。空间若能流动，你的内在便能苏醒，而显化的旅程也将随之展开。你是否发现，当心绪纷乱时，居所总显得凌乱难安；而当你内在宁静平稳时，窗边光影也恰似为你而来？那并非巧合。空间实际上是你潜意识的延伸，是你当下频率投射到现实世界的结果。你踏入家门的刹那，空气的温度、光线的方向、地板的回弹，都在诉说着你正处于何种内在节奏。现代物理学指出，能量从未静止，它以波动方式穿越空间，塑造我们的情绪、生理与选择。根据量子场论，所谓的场并非抽象理论，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实际骨架。它像一张无声无形的网，连接每一个存在的单位，遍布所有时空，从不停止运作。不仅影响粒子的行为模式与存在几率，更深层地参与我们每一次意图的发出与实现过程。当你在一个空间中许愿、冥想、做出选择，那份意图便透过你所在的场域，被及时编码进整个量子结构中。居所因此不只是背景，而是能量意图的放大器，是你与宇宙资讯交换最直接的界面。一张椅子、一束光线，都可能是场域的触点，强化你的显化力量，或干扰你原本清晰的讯号。丹尼斯·林恩在著作中指出，空间拥有记忆，它会储存情绪、信念，甚至未完成的愿望。那些你未曾释放的悲伤，未曾说出口的渴望，甚至从未坦诚的欲望，仍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房间的角落里、家具的缝隙中。这些无形的讯号组合成一种看不见的共振，反馈到你的行动、选择与情绪状态中。回望你的空间，那些微小线索正在轻声提醒你，鞋柜深处的灰尘是你迟迟未迈出的决心，书桌上早已凉透的水是被搁置的情感，衣橱里那件未曾穿起的外套是你尚未道别的身份与过往。这些看似平凡的物件，不只是装饰，而是能量的剧本。你如何对待它们，它们便如何对待你。空间从来不是静默，它正以一种细腻的方式与你的潜意识对话。每一次擦拭与整理，都是一次内在结构的重组；每一次气流与光线的转换，都是频率的再设定。你不是在清理房间，而是在为你的愿望铺设通道，为你的显化腾出空间。世界万物皆为能量，而你正是那位能量的调频者。每一件物品都是你的一段故事，每一张椅子、每一幅画、每一盏灯，都深藏着你的记忆与选择。它们曾见证你的等待、犹豫、欢笑与泪水，仿佛静默的伙伴，参与了你每一次重要的生命片段。丹尼斯·林恩指出，物件会吸收居住者的情绪与能量，形塑出情感印记。这些印记非但不会随时间消散，反而会在空间中形成持续的频率回音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心理状态与行动倾向。如果我们愿意更进一步看待这些物件，它们不只是记忆的容器，更是一道道通往未来的能量门户。丹尼斯提醒我们，每个物品的存在都是一次与宇宙对话的可能。当你保留一件旧物，是在持续强化某个内在信念的频率；当你将它送走，则是为新的能量释放出接收的空间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，其实正在一点一滴地编写着你的显化蓝图。他指出，空间的能量会根据物件的排列与主人的意图产生回应。如果你把日常使用的物品精心放置，保持整洁，就是在向宇宙表明，你准备好迎接秩序、清明与流动。相反的，若你任由物品杂乱堆积、过度囤积，则会向量子场传递一种混乱、
拖延或缺乏信任的讯号。这些讯号最终会反映在你所接收的机会与回应中。有时，一件你早已习以为常的物品，可能正无声地重复播放着你未曾察觉的故事。一顶泛黄的帽子，可能来自一段你始终无法释怀的离别；一个堆在角落的纸箱，是你还没准备面对的过往。这些看似静止的存在，其实正透过场域持续放送着一种能量讯号，牵引着你的念头，限制你的选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每一次物件的取舍与移动，不只是整理空间的行为，而是一次能量的再配置，是你对命运主权的重新声明。当你更有意识地处理眼前的一张椅子、一只杯子、一幅画作，你也正在同时调整自己与显化力量之间的关系。你不只是清空杂物，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留在你的人生场域里，参与你的未来。要将居所转化为高效的显化场域，清理与充电是一体两面的必经历程。这远不只是打扫与收纳的日常，更是一场能量场的重组与升频。我们无意中累积的陈旧情绪、尚未释放的内在冲突，乃至于前任住户留下的能量残影，都可能悄悄滞留在空间中，降低整体频率，阻碍显化的动能。清理从最可见的层面展开，混乱的环境是内心紊乱的反射。将不再使用的物品舍弃，整理散落的杂物，就是在为新能量腾出通道，如同为荒芜之地拔除杂草。更深一层的清理，则关乎信念与情绪，那些不再契合你当下生命阶段的模式，需要你透过仪式性动作释放它们。你可以使用鼠尾草烟熏、敲响颂钵、洒净化水，甚至简单的开窗通风，让空间重新呼吸。每一次清理都是让空间回到原始频率的机会，也是与自己和解的起点。充电则是让空间重新对齐你的渴望与能量状态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能量设计。方式一，引入自然元素，绿植、水晶、阳光与空气都是天然的频率提升器。它们不仅美化空间，更能与大自然同步共振，为场域注入源源不绝的生命力。方式二，视觉化意图，制作梦想板，选择象征丰盛与幸福的艺术品，将你的内在愿景转化为视觉符号，放置在显眼处，每天提醒自己与宇宙同步。方式三，情感导入，每一次整理与布置都带入爱、喜悦与感恩的情绪场。你的心念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充电工具。方式四，音频与香气，播放高频音乐，使用天然精油或香薰，这些感官元素会微妙改变空间气场，提升整体氛围与感受。方式五，持续维护，能量如水，需流动才鲜活。定期打扫、清理与再注入能量，是维持显化效能的关键。清理与充电不是短暂的行动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它是一场温柔而坚定的对话，让你与空间重新建立关系，也让你的内在频率得以被显化宇宙精准捕捉。当你让居所成为与意图一致的容器，它就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显化引擎，为你的愿望持续输出支持与能量。当你开始感受空间作为显化的场域，你会发现许多转变往往并非源自大刀阔斧的重塑，而是从一次念头的松动、一个角落的觉察、一项仪式的回应开始。清理与充电是居所觉醒的入口，而在编码则是这份觉醒之后的深化动作，不是擦亮表面，而是重新定义内在秩序的结构。你的空间是你潜意识的建筑语言，你不是这个空间的使用者，而是频率的设计师，是显化剧本的编剧和导演。请再次凝视那些你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角落，
一张始终未曾挪动的桌子，可能封印了你对某个问题的僵化视角；一盏总是过亮或过暗的灯光，是否让你迟迟无法看清真正的渴望与前方的方向？这些配置正是你能量设定的具体映现，也是你下一步显化的初始点。在编码是能量的重设，是将物理空间与你当下的灵性状态对齐的具体行动。它延续着清理与充电的路径，进一步把意图稳固在场域中。你可以这样开始：首先清空一处始终混乱的角落，将它重新定义为你的创作区、静心冥想区，或任何你此刻真正需要支持的能量所属之地。其次，试着移动一张椅子，让它转向窗外的光，或面向一幅让你感到安心的画面，象征着你愿意迎接新的观看方式。接下来，为某个空间重新命名，从制式的客厅、书房转化为整合之所、直觉之地或愿望启动区，用语言召唤新的震动。通过以上3种方式的重设，空间是会聆听的，它回应你的关注与命名。每一个物件的挪动，每一次命名的更新，都是一场你与潜意识之间的重新协议。这不是为了美化生活，而是为了让你的能量设定更贴近当下的选择与渴望。你不是在布置房子，而是在对你的未来发出指令。而这些微小却深刻的行动，就是让显化加速启动的密码。真正的显化，并非遥不可及的冥想或口头祈愿，它深深扎根于你当下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行动。当你弯腰清扫地板，当你把一束花找到最温暖的窗边，当你轻轻调整沙发靠枕的位置，你并非在做平凡的家务，而是在为你的未来铺路搭桥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，都蕴藏着改变命运的种子。当你再次踏入家门，你其实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自己，一个充满新频率的空间。你的居所是承载你所有故事的容器，它藏着你的不安、你的梦想、你的渴望，甚至是你从未说出口的疲惫。每一扇窗，每一盏灯，每一个未曾被留意的角落，都在默默守护着那个等待被触碰、被点亮的你。所以，当你开始清理桌面、挪动椅子、擦亮镜面，或丢弃那些与你频率不再相符的旧物时，你所做的远不只是整理一间屋子，你是在无声地向宇宙宣告：我准备好了，迎接生命的新篇章。这些行动是一场静默而强大的能量重启，是你亲手为未来开启的大门。你的居所是你与宇宙之间最亲密的能量桥梁，它静静地感应着你每一次情绪的波动，也深深保存着你未尽的渴望与压抑的欲望。它或许曾陷入沉寂与停滞，也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你的目光再次落下，让它重新苏醒。而你正是那道点亮一切的意识之光，是让这片空间重新流动、再次震动的起点。你如何对待你的空间，就是你如何对待你自己。当你的家开始与你高频共振，你的未来就已经开始加速靠近了。